这个儿媳妇也太孝顺了，婆婆刚进门，她就扔过去一双拖鞋，冷冷的叫老太太换上。紧接着，她又在沙发铺了一块白布，勒令老太太只能坐在上面，不要弄脏别的地方。没等老太太难过，儿媳又指挥儿子把她的行李全都扔到储藏间，不要拿出来污染环境。这还不算完，吃晚饭时，儿媳专门给老太太准备了一个土碗，碗里的筷子只有半截。老太太缩在桌角，低着头，肚子饿得像火烧。可儿媳恶毒的眼神让她不敢动手夹菜。孙女心疼奶奶，问她怎么不吃东西。老太太求助地望向儿子，可儿子却假装看不见，她只能委屈地说自己不饿。这顿饭彻底喂肥了儿媳的胆子。从此以后，老太太不仅吃饭不能上桌，就连吃得慢了，儿媳也会直接把碗抢走，将饭菜倒进水池。老太太本想一走了之，可懂事的孙女又让她舍不得离开。孙女最近刚毕业，儿媳想让她早点嫁人，好收彩礼钱，但老太太却觉得孩子还年轻，应该多出去看看，多见见世面。然而，就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，在儿媳眼中却成了老太太教唆孩子离家出走的证据。她一个小女孩，弄爹爹，她不懂事，你弄了年纪了，你也不懂事。老太太就这么跪在地板上，膝盖跪得生疼。可儿子见了，非但不屈服，反而先安慰媳妇儿，把母亲晾在原地。孙女走了，老太太没有留下的理由，决定去女儿家住。走之前，她对着菩萨拜了又拜，求菩萨保佑孙女平安，保佑儿子一家平安。讽刺的是，就在老太太拜菩萨时，儿媳把她用过的东西统统扔进了垃圾桶。出门前，儿子一边挽留，一边递来鞋子，急匆匆地帮母亲换上。老太太有些难受，她干净了一辈子，在儿子这里却像个肮脏的老鼠一样被嫌弃，可委屈也没有办法。儿子不孝是自己教导无方，她只能默默忍受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女儿的日子虽然穷苦，但孝心却很足。老太太刚进门，她就让外孙媳妇收拾房间，把床让出来。到晚上，女婿还特意上街买菜，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，全家围坐在小桌子前。虽然稍显拥挤，但老太太却吃得很开心。女儿的好，老太太十分感激，为此她不惜偷偷拿出仅有的一点钱给宠外孙女买东西。然而，就在老太太以为自己能过几天舒坦的日子时，一件小事却让她和女儿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隔阂。这天，女婿放在桌上的钱不见了，他以为是老太太拿的，便趁家人不注意，偷偷告诉了媳妇儿，50块钱不算多，女儿也没当回事。可她实在架不住丈夫3天2头的阴阳怪气，只好拉下脸亲自来问老太太。老太太愣了愣，不敢相信女儿居然会怀疑自己。她忍住心头的酸楚，淡淡的说：“是我拿的，拿去给小孩子买东西了。”见母亲承认的这么干脆，女儿有些责怪，但马上又改口说没关系。殊不知这样的质疑有多伤老太太的心。就因为这件事，老太太一口气堵在心里，没过几天就病倒了。一家人急忙把她搀到医院，医生说老太太得了哮病，会控制不住的发酵，这病很难治，只能领回去吃药，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回到家，女儿眼神复杂的望着母亲，她觉得与其这样病得不清不楚，还不如直接死了比较痛快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太太的哮病突然发作，抽搐着，笑得十分凄惨，让人揪心。隔天早上，女儿实在是照顾不过来，只好回村里和兄弟姐妹们商量对策。每个人都严阵以待，生怕照顾母亲的担子落在自己肩上。大儿媳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，绝口不提老太太给她房子的事儿，反而把家里人都怼了个遍。女儿气不过，和她吵了起来。紧接着，小儿子又加入战场，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，事关母亲大事的家庭会议就这么草草的收了场。不过，儿女们虽然没能讨论出结果，但老太太似乎早有安排。她摘下自己最贵重的银手镯，帮外孙媳妇戴上，接着又让女儿送自己回村，准备去养老院等死。女儿有些不舍，可老太太心疼孩子，不想让他们分心照顾自己。走之前，她的哮病又犯了，这一次发作的很严重，她用脑袋抵着拐杖，浑身哆嗦，分不清是哭还是笑。没曾想，等再次回到村里，养老院还是没有床位，她只能去大儿子家里暂住几天。可是，在儿媳眼中，如今的老太太就是个拖油瓶，没有任何再讨好的必要。吃饭时，老太太哮病发作，表情痛苦，她直接把老太太赶到猪圈，恶狠狠地骂了一顿。大儿子虽然混得不错，但心却非常狠毒。第二天，他假装没看见母亲，偷偷在老太太吃饭的凳子下面放了一堆老鼠药。这样的举动让老太太很难过，她情绪起伏，哮病再次发作，止不住的颤抖起来。俺这不治你整天笑什么的？笑，有么可笑的东西啊？见媳妇儿发难，儿子也懒得装模作样，他抓起母亲心爱的菩萨像，狠狠砸在地上，摔得4分5裂。老太太痛苦到说不出话，本就哆嗦的身子抖得更加严重。这还不算完，隔天一早，两口子架着老太太把她送到山上的牛棚，老太太一言不发，任由他们折腾自己。她的心早就死了，不管牛棚还是猪圈，其实都没有差别。往后的日子，老太太过得生不如死，儿媳喂牛的时候会顺便帮她带些干粮，要是遇上下雨天，那就连干粮也没得吃。可就算是这样，老太太也硬挺着，活了很久。每天起床，她都会站在门口张望，期待养老院的人能过来把自己接走。可是，一直到小牛长成大牛，养老院都没有空出床位。等到中秋节这天，大儿子端来一碗丰盛的饭菜，或许是受不了良心谴责，他厚着脸皮蹲在了母亲面前。呀，让你恨我吧，
听儿子这么问，老太太的笑病又犯了。她哆嗦着，脑中突然想起以前大儿子刚满月时总爱哭闹，她就守在旁边整夜的哄。想到这儿，老太太释怀了。见母亲不怪自己，大儿子长舒一口气，高兴地说：“养老院有床位了，明早人家就过来。”然而老太太却表现得很平淡，她拿出亲手缝制的鞋垫，让大儿子分给兄弟姐妹，便不再说话。大儿子走后，老太太合衣而眠。当清晨的微光照进牛棚，她慢悠悠地坐起身子，往盆里倒了些冷水，用毛巾把脸擦得干干净净。洗完脸，老太太又拿起梳子，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梳洗完毕，她举着镜子仔细看了看，接着又拿出珍藏许久的全家福，有些不舍地放在了桌上。放好照片，老太太双手合十，对着破碎的菩萨像为儿女祈祷。突然笑病又犯了，可她已经没力气再笑，只能痛苦地抽泣。但很快老太太就平复好心情，她掏出纸包，把老鼠药全都倒在手上，又呆呆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凑到嘴边，一饮而尽。当太阳升起时，养老院的人姗姗来迟，老太太蜷缩着身子躺在地上，早已没了呼吸。那张本该放在桌上的全家福被她紧紧捏在手里，到死也舍不得松开。